颜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，我不说大家一定认为是日本，其实是韩国。更有一条让全体韩国男人尴尬的新闻，他们的母亲河汉江竟然检测出伟哥成分超标的现象。很多热情网友表示，江里的鱼吃了会不会变异，晚上睡不着觉等等。不过也有很多日本网友评论道，看来韩国男人的确不太行，这种好事一定要申遗，把伟哥水留给下一代。甚至韩国网友自己也开始玩梗，怪不得有人在汉江冲浪时喝了点水，回去就睡不着觉了。玩笑归玩笑，这个让韩国人难以启齿的现象背后，其实是韩国疯狂的颜色产业。今年交易额高达200多亿美元，早就超过了常年蝉联榜首的日本，稳坐亚洲颜色交易王国的头把交椅。而且在近些年来，随着韩国 N 号房事件、胜利门事件陆续被扒出，韩国的颜色交易问题再次被拉上了风口浪尖。2007年，韩国这个芝麻大的地方，风俗场所只有4.6万个，而官方报道数据显示，从事该行业女性超过50万人，实际可能高达100万人。要知道，当时韩国女性人口只有2400万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25名女性就1人从事情色行业。人均营业额更是达到526.7美元，而同时期的日本仅只有156.7美元，产业规模甚至占了全年 GDP 4%，估计连韩国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数据。在韩国，大部分男人都沉迷于此，一半以上的人都有过买春史，而且这些人中大约有1/5的人保持着1周1次的频率，已经成为韩国企业的企业文化。想要在商业领域迅速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一起快乐。据相关统计，韩国所有企业平均在风俗场所上就要花费10亿美元。对韩国这方面起步较晚，但发展迅速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8年 N 号房事件。所谓的 N 号房就是一系列聊天室，这些房间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妇女，涉嫌人员多达26万人，受害者还包括未成年。这事件一经曝光，瞬间震惊了整个韩国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，修改了法律，一次性封杀了5万多家风俗场所，30多万名女性被捕。但在之后的5年内，韩国的风俗行业再次达到了顶峰。早在甲午战争之前，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中华儒家文化的影响，所以在当时的朝鲜社会，一直对颜色交易持有反对态度。但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，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，而日本一直秉承士兵只有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战斗力，因此一直长期执行女性安慰军人的传统。由于日本本土女性安慰数量不够，满足不了日兵的强烈需求，只能把目标投向殖民地的女性。因此日本开始大肆努力朝鲜妇女，充当日本慰安妇。而韩国也充分发扬了做儿子的精神，立即修建了慰安所，并招募了大量韩国女性作为日军服务。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本以为会迎来光明。随着美军前来驻扎，当时的朝鲜半岛分为了北韩和南韩2个国家。韩国一穷二白，工业设施几乎都留在了北朝鲜，连电力都供应不上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比不上朝鲜，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。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和保护，韩国决定启用慰劳制度。在美国驻扎的那段时间里，韩国很多人根本吃不饱饭，于是在美军基地附近就出现了依靠肉体来谋取食物的韩国妇女。根据1953年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，在这一时期，美国基地附近有近30万的韩国妇女与美国大兵发生过性交易，梨泰院这个称呼也是由此时而来的。而随后韩国开始鼓励女性参与风俗产业，疯狂给国内女性洗脑，并在美军基地设置无数个浪漫点，大量少女被送往美军基地，希望自己的国家会有所改善。但现实并非如此，仍有许多家庭饥寒交迫。直到1962年，一位日本官员带领他们发展起来，他靠着一场军事政变当上了韩国总统的位置。为了发展经济，做出了直接把国家变成妓院的大胆决定，开始疯狂扩张风俗产业，为美军服务，直接促进了国家的发展，使得韩国特殊产业的爆炸式增长 ，GDP 翻了18倍，以至于政府专门为此开始了教育和培训课程，来提高女性的服务水平，致力于特殊行业，在这一方面和日本出奇的一致。全球4大神水，韩国伟哥水，日本核废水，美国消毒水，
印度恒河水，而韩国伟哥水更是因为检测出伟哥含量超标而出名。韩国的母亲河里为什么有浓度如此之高的伟哥呢？这不得不说韩国发达的颜色产业。在2002年韩国世界杯期间，在仅1个月的时间里，颜色交易就为韩国带来了24万亿韩元的收入，甚至一度超过了日本。而伟哥更是韩国的畅销产品，在2019年中销售额便达到了1.2万亿美元。这么多的伟哥，随着代谢跟尿液排入下水道流进汉江，才导致了韩国母亲河内伟哥含量超标的荒唐事。在韩国经济依靠颜色产业迅速腾飞后，韩国的财阀也应运而生。韩国色情行业开始进一步发展，甚至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。不过色情毕竟上不了台面，韩国经济提上去后也开始有所避讳，政府也不再公开鼓励颜色行业，而在名义上也禁止颜色交易，但暗地里还是在继续发展。政府称打击10年，却是越打越黄，因为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韩国的玻璃房，相当于韩国红灯区。在这里充满诱惑灯的玻璃房内，站着一个个身材高挑、浓妆艳抹的从业者。只要有人进店，就会有专门的人推荐客人买酒，但买酒只是幌子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吗？而酒的价格不一，对应的服务也不同。这样类似于玻璃房的场所遍布在韩国的各个角落，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市场。很快，这种特殊服务开始爆发，在韩国几乎1半的男性都有过经历。这个行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一部分。在韩国，女性地位很低，女性自杀率一直很高，很多女团明星只是财阀的玩具。从2009年的韩国女性张子妍事件中不难看出，韩国很多风俗场所都受到娱乐公司的保护。一些女性被迫为财阀服务，如果她们拒绝反抗，轻则会被封杀，重则会迎来一顿毒打，哪怕闹出人命，政府也不会深究。政府打压只是沧海一粟，和控制整个韩国经济的财阀根本算不上什么的。他们不会放弃一个既能赚钱又能自娱自乐的行业。韩国政府也知道，如果要整顿这个行业，首先要整顿的是财阀，但现在韩国的衣食住行都靠这些财阀，更何况是无法撼动财阀控制的普通人。也许即使在韩国总统，在他进入政界之前也是一个财阀。